人会做梦，美梦和噩梦都有。奇怪的是，美梦大多是假的，而噩梦却有可能是真的。不过，我有的时候也很怀疑，如果梦到的一切都是真的，那还算不算是梦？事实上，除了伤疤与疼痛，我的梦好像比现实更真实。喂，秦队，队里让我来接你，您起来了吗？车上呢，不用接，我自己能开车。不是，秦队，今儿不是特殊情况吗？而且您这伤刚好，还是我来接您吧。我说过了，不用。在梦里，我死过很多次，只不
不过每次醒来，发现自己还在，我还在现实中活着，大概也还会在噩梦中死去。过去几个月了，我好像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景致，熟悉的人群，还是这个熟悉的金港市，1000万人口的金港市，只是少了我的5个兄弟。西关支队就算没有礼堂，也不至于因陋就简到这个程度吧？让总队领导在车库里讲话，合适吗？我想应该他们考虑过的。之前的行动5死1生，大操大办不合适。那咱们来这儿，是不是更不合适？老邱，梁局，你们也来了。你们这是？啊，这不是714后的首次打黑动员会吗？还有就是秦池升任副支队长，我们代表督察专案组前来道贺是应该的。你们的专案调查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领导指示我们还要对714案件进行调查。梁局，梁局。看来我们确实不大受欢迎。是我的问题，跟你没关系。我是跟您一起的。我来呢，是为了捋清一些事情。你来呢，我可以理解。虽然你和秦池离了婚，但毕竟还算是半个家人吧。局长同志，西关分局刑侦支队打黑除恶动员大会及秦池警官升任副支队长任职仪式准备完毕，是否开始？请指示。按计划执行。是。我宣布，大会第一项，请市局刑侦总队陆正刚局长为秦池警官升任西关支队副支队长，晋升2级警督，授衔。副支队长，这次秦队可真是牛了，哪是人家拿命换的？秦队这些年在队里出生入死的，哎，队里谁不服？那倒是。哎，我估摸陆局做梦都想有机会给陆明家颁奖授衔，不过可惜了，他没有秦队这样的儿子。行了，别说了。辛苦了，祝贺！明家以后跟着你，要好好的锤炼他。下面请秦队发言。
秦队，哎，青池，啊，祝贺你啊！怎么样，恢复的还可以吗？爸，怎么了？哎，秦队，哎，不是。 下面请陆局给我们做指示。这本来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胜过其他任何一个角落。那些曾经的笑声、辩论，还有承诺，依旧活在我的梦里。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却全都消失不见。 你刚才怎么没讲话就出来了？是腿疼得厉害吧？我是来恭喜你的。你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你几次，不过你一直都在昏迷。我刚才看见你跟伯父好像关系缓和了不少。 我今天是和邱老师一起来通知你，是不是你头上的伤？你不会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吧？小小。 我应该用什么牙刷？什么？我说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用什么牙刷？电动的还是普通的？电动牙刷，因为你一直觉得电动牙刷刷得更干净。剃须刀呢？也是电动的。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很多，但是你大概回答不了。我记得他，只是。 他从未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的梦太过拥挤，除了那些枪林弹雨的刺痛，还有我那5个兄弟，他们从未离去，让我一刻也不敢懈怠。为了他们，为了真相，也为了正义，总有一天，我会完成我活着的使命。金队。 师傅，好了吗？行了。我跟你说啊，您说，回头这半轴的零件该换也得换啊，别哪天开着开着，就变成3个轮子了啊。好。哟，这是新鲜出炉的副支队长吧？久仰大名，我胡一彪。啊，您是新来的支队长啊？ 您刚才没说，我怎么能让您干这个呀？啊，没事，都是弟兄。我刚才在会场没有看到你。哦，我刚才瞅了一眼没进去。反正这个大会啊，也不差我这个绿叶。祝贺啊！也没什么可祝贺的，纯粹是侥幸吧。
哎，陆局，正副支队长今天头一天上任，一个无故缺席，一个中途退场，我有点下不来台啊。陆局了解我，不是场面人。再说了，这队里的事儿还没论清楚呢，还不如待在下面多看看，更踏实。开个玩笑，啊，梁局啊，你好，你好，你好，以前总队开会就认识啊，欢迎到西关来啊。既然都认识了，以后要通力合作啊。好，好，老邱啊，那你不是有事要说吗？正好，大伙都在。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就目前西关支队出现重大的人事变动，明天呢，在市局要开一个碰头会，除了秦队以外，还请在场的各位领导务必出席。啊，和专案调查没有关系，主要还是确保秦队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的开展。另外，明天与会的还有秦队的主治医师和总队指定的心理辅导员，所以秦队务必在明天抽出时间和心理辅导员见个面。心理辅导，请问有必要吗？当然有这个必要，这也是领导对你的关心。辖区刚报了起命案，现在就陆明佳一个人在现场勘查，这个会我能不参加吗？不对，队里面急着出状态，这我能理解，但我们也是为了大家能更顺利地开展工作啊。各位，明天上午10点，会议室见。陆局，我还有些事情给你汇报一下。好，你们接着聊。好。这样，等散了会呢，安排谁去案发现场看看。你呢，先去见心理辅导员。人家都说了，必须的。估计还是海港支队的小赵给帮忙找的。赵新成，记得吗？凭什么抓我？我们是合法连锁加盟。搞传销就搞传销，还什么连锁加盟？啊，你以为换个马甲就不犯法了？给我起来！哟，秦哥，总队没把心理辅导员电话给你吗？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就成了？干嘛还亲自跑一趟？再说你这个腿脚又不太方便。没有，每天把积液一抽就没事了。来，带走。是，走。一直要找时间感谢你，那天要不是你的话，可能我就完蛋了。跟我客气什么？我就是接到命令去增援的。6对9的局面，武器上还不占优势，能把那帮兔崽子干掉还活下来，那是秦哥你的造化。就是可惜了那5个兄弟。改天，我得给那5个兄弟去磕个头。你当时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怎么讲？总队的命令还是？哦，那天晚上我带队正好在魏公庄一带蹲守，台子突然被切到紧急通讯信道，说是长丰、海港、西关3区交界的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枪战，要求所有左近的武装警员立刻赶赴支援。由于已经准备提高嫌疑目标，所以我留下100人，带着4个兄弟赶过去了。哎呀，我到现场一看，倒下10多个，到处都是火药味儿，连血腥味儿都给盖住了。我就赶紧通知其他增援的人，封锁外围之后，大致区分出哪波是自己人，给他们挨个的检查，看看还有没有能救得过来的。我当时满脸是血。说实话，当时我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一探脖子还有脉，我就给你检查了一下，发现你身上有2处枪伤，但是手头上有没有什么急救用品，我就用衬衫给你裹吧裹吧，就赶紧往外送了。你当时去的时候还有别人吗？其他人，
应该没有。你确定？应该是没有，而且周边很快就进行了封锁。哦，我记得我离现场大概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听到过2声枪响。我跟你说，如果我赵新成当时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这罪。再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人用的都是制式警枪，但我听到那2声，好像不像。你确定？应该是错不了。这2种制式武器，无论是摆动闭锁还是惯性闭锁，激发时爆炸气体出膛和套筒之间回声相互作用，枪声会显得很短促、很炸裂。而我听到那2声，明显更沉、更闷，肯定不是警枪。是秦队啊，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哟，哎呀，不能怪他啊！咱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还昏迷呢。来，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韩冰，我的好兄弟，他的父亲呢是我们海港支队的顾问。哦，你那个什么心理辅导员，是他手下最优秀的一个徒弟。添麻烦了。我先走，队里面有个命案，我要去趟现场，改日一起做。哎，秦哥慢走啊。不对呀，他不是来找我要夏雨桐电话的吗？秦队，给你手套。那就辛苦你了啊！是，赶紧落实吧。好的，陆警官。秦队，这个是现场的勘查情况。哦，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情况吧。这个白头发的老爷子叫郑天伦，是中华医学研究会的专家。旁边这个呢是他的太太，叫邓卫红，也是从事中医研究多年的老教授了。他们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这张照片呢，就是老爷子在69岁大寿的时候拍下来的。哦，秦队，这个人啊，是他们的儿子，叫郑芳，惠美私立医院的副院长。他们俩是2口子，也是儿媳妇儿，叫吴小云。这小伙子是郑鑫，其他几个是郑天伦的学生。谁遇害了？那个一家子都遇害了，除了郑鑫啊。因为他们学校有秋游活动，这2天都不在家。尸体呢已经运回到咱们队里，尸检报告稍后就会出来。现场的勘查情况，哎。
秦队，现场除了门锁撬动的痕迹，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足迹。经法医初步判定，凶器应该是一把长10多公分、宽2厘米的尖锐利器，但是现场没有找到凶器。我们已经安排人去调取所有小区出入口及周边的监控录像了，因为没有财物丢失，动机可能是仇杀。队里面已经安排人调查各受害人的背景情况了。 那咱们去那个法政中心见心理辅导员吧。是胡队交代我的。你先把车开过来，在 C 区。好。秦石，是我。你说。我是想。 明天开会之前，我们是不是先见个面？有事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你要是忙没时间就算了。你稍等一下。我现在处理点事情，回头联系你。秦队，你这袖子怎么了？手没事吧？那个叫郑鑫的孩子现在在哪儿？哦，我跟他们学校联系过了。 这孩子现在已经知道家里的事儿了。目前呢，人在这个度假村秋游呢，明天回来辨认尸体。老师的意思是想让他先平复一下心情。走，现在去看看。咱们不是应该去？秦队，咱们去找一个孩子，也问不出什么事儿来呀。一家5口死了4口，总得找那个活着的聊聊吧。 你们好。哦，宋老师是吧？是。啊，你好，
我们可以单独见一下郑鑫的孩子吗？之前不是说明天直接去你们那边就好吗？啊，我不是干涉你们工作的意思，但是那孩子……是这样，明天让他去队里呢，是核实一下受害人的身份。今天我们想提前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哪方面情况？啊，不该问是吧？嗯。啊，那我带你们进去吧。接着东西吧，咱把饭吃了。同学们，大家就先出去吧。啊，行李不要了。接着把饭吃了。负责办案的警察同志来了，他们想和你聊聊。郑鑫啊，你别有压力啊，我们是西关支队的，我姓陆，这个是我们的秦队长。我们这次来就是问你几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个，你在来参加这次活动之前，家里头有什么异常情况吗？那你回想一下，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仇人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算在内。秦队，您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问的吗？昨天晚上你在哪儿？秦队长，他昨天晚上和所有人在一起，就住在这儿。您这么问，我第二遍问你，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在这儿。我第三遍问你，昨天晚上你在哪儿？秦队，我就在这儿吧。反正明天我们还要带他过去。明天你带吗？对。节哀，小伙子。秦队，不是我犯上啊，我呢也知道您这个办案经验比较丰富，但是他一16岁的孩子，咱们找他去问话，你总不至于是怀疑他杀人是重罪，16岁也得负刑责。好，一家4口，父母都在里头，被他16岁的孩子给杀了，这不符合常理啊。那什么是符合常理的？如果按照过去灭门杀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满门抄斩，一个都不留。停车！啊！哎！齐队，你去哪儿啊？站这儿等我。小小，你怎么跑得那么慢？我从山下开始跑的。今天上山是带着任务的，亲满80口，我放你回家。那我先考考你，啊？你知道这片松林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的。啊？小松鼠啊，是一种记性很差的小动物。王风林跟松鼠有啥关系呢？小松鼠每到冬天要储备粮食。啊。就把好多松塔都埋在地底下，时间一长呢，它又忘了。哦，年复一年，就长成了这片松林。
只有你这种傻白甜的逻辑才会相信，说这么大一片树，啮齿动物搞出来的。我告诉你，很多事儿与客观真相都没有关系，它只取决于你愿意相信什么。那你愿意相信吗？傻子才相信。秦队，秦队，秦队。刚刚技术队打来电话，说小区的物业监控并没有找到嫌疑人，所以凶手有可能是翻墙进的小区。知道了。还有那个胡队问您什么时候去见心理辅导员呀？好吧，现在去一趟。好，正方的单位。啊？惠美私立医院呀？为什么呀？因为顺路。他们这个医院的院长出国交流访问了，按理说呢，应该是由正方这个执行院长来负责大大小小的事务，所以今天呢，我约了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你好，请问那个会议室怎么走啊？在3楼，从这边进去。好，谢谢啊。没事。等一下，谢谢。到了。你先去吧。我先去。我去看看有没有一次性注射针管。不是，那我跟他们聊什么呀？食指还是小拇指？你说什么？食指还是小拇指？刀，你身上还剩一把，对吧？这种小破刀。削水果可以，伤人真不合适。碰到骨头会弹回去，碰到肌肉组织会夹住，刀刃会窝回来。所以你正着握可能会切到食指，反着握小拇指就没了。你是想先废掉哪根手指头呢？为什么这么做？你年纪还小，一辈子还长着，这么做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想想清楚再动手。刘主任，我说了他不能随便进来，可是这事儿啊，怪我。秦队，不好意思啊，我记错了，我约的是会议室，给他说成副院长办公室了。没事没事。秦队，这个是医院的刘主任。秦队长，你好。正方电脑的开机密码是多少？就是郑院长生日，720422。感谢配合。该谈的谈完了是吧？哦，带上正方电脑，走人。这正方的电脑里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无非就是些法律合同、临床病历、支收明细、研究资料、医学论文什么的。有一个隐藏文件夹，里面是董事会资料和股东会决议，我也查过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通的商业机密。
他的这个搜索引擎我也看过了，搜索记录呢，无非就是一些搜索网站、门户网站，要么就是一些专业网站。通讯软件，查过了 ，QQ、钉钉、微信什么都没有。这个隐藏的，你回队里吧先。哦，行，那个车钥匙在这儿。把衣服给我换一件去。好。秦叔，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下午没课。这刚开学1个月，下午就没课了？老师生病了。胡说八道！你是不是逃学？别跟孩子喊，喊什么？秦队，您吃好了？收了。哎，老婆子，收拾收拾，给秦队沏壶茶。好嘞。秦队，听说您刚升了副支队长，最近要有时间的话，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做东，咱们庆贺庆贺，喝2杯。好。可现在，他们都没了。我不会说话。一茶带酒，敬旅队、孙队，还有我们中队的这3个弟兄。是啊，没有兄弟们对我的照顾，我也不可能在这安生的过下去。嫂子，结账扫哪儿啊？哎哎，别让秦队签字了，这单算咱们的。算我们的。我们队过去吃饭不交钱啊？不是，我这小本经营，全靠队里兄弟们支撑着我呢。大家伙到这儿当食堂，天天来吃饭，每天结账麻烦，所以就月初放一笔钱，月底结账，多退少补。这么些年下来，也从没亏待过我们。是啊。嫂子，把我们队之前的账本给我看看。孙有为没法再给你结账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没事，人死账不烂，回头嫂子算一个总数告诉我，我到时候给结了。金队，这里面
有一份基金会财产托管的律师见证文书，查一下。好，那警服给我领了吗？在你办公室呢。那现在郑鑫明天早上来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人。今天咱们的会啊，主要是介绍一下秦池警官的身体状况和如何帮助秦池警官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完成工作。那接下来，老邱代表督察专案组，莫医生、小夏老师代表治疗机构，老梁、胡一彪代表西关支队，分别谈一下你们的意见。老邱，你先说说你那边的情况。3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4号晚上10点钟左右，西关刑侦支队支队长吕超、副支队长孙有为以及同支队中队长秦池率领他们中队，除陆明佳警官外，其余3名警员来到隶属于海港辖区的龙华路附近。监控录像拍下了他们的停车时间，6个人步行接近仓库，而附近的群众拨打的110报警电话的时间为10点05分，也就是我们认定的枪战开始时间。出勤的所有警员都配备了防弹衣。武器方面，根据枪库的记录，吕超和孙有为持有的是5.4式手枪，其余4名警员持有9.2式手枪。从我们复原的现场发现，6名刑警从进门到发生枪战，始终保持着2个松散且很有层次的队形。孙有为靠北一侧，秦池居中，靠南一侧的是支队长吕超。6个人分前后错落站位，他们以9名罪犯在不到30米的距离之内，用16支自动武器，一共发射了189颗子弹。很不幸，除秦池外，无一生还。从现场尸体的状态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刑警们在牺牲前始终保持着射击的姿态，他们到死都在战斗。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专案组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没有任何书面资料说明当晚西关支队在这次抓捕行动当中到底是为了什么案子。第二，秦池在伤愈后接受的多次询问，但都未能提供对当天行动及事发状况的说明，理由是记不起来。就这一点，稍后请莫医生和夏老师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三，被击毙的9名犯罪分子身份均已查明，系以陈曦为首的军火走私集团。但据了解，近些年来，陈曦一伙人并未在金港市实施任何的犯罪活动，而西关支队也没有针对该团伙的任何监控和行动记录。综上所述，
就是专案组对714案件现阶段的调查结果。你们两位，好。秦池警官的身上一共有2处枪伤，其中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腿股直肌和股外侧肌之间射入，造成了韧带断裂、膝盖骨粉碎性骨折及多处骨裂。虽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清理了创口，但由于弹头本身存在污染，引发了严重的感染，导致了长期血肿的后遗症。另外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额处进入，弹头在穿过颅骨时碎成了3块，形状都不规则。其中体积较大的2块，经过开颅手术已经成功取出。还有1块就是至今仍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由于弹片位置太过深入，尤其是已经做了1次开颅手术了，短期内不能再进行手术。但幸运的是 ，A 弹片只是弹头破裂的外围部分，也就是说是铜制的，不含铅，暂时停留在他的颅内，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关于邱警官刚才提到的第2个问题，从病理上倒也不难解释。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受重力影响，一直在向下压迫中脑，中脑再向下就是颞叶，也就是说 A 弹片在间接压迫颞叶，所以说造成秦池警官失忆是有可能的。我有个问题。你说，秦池警官他的失忆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因为昨天在会场我们和他见过面，他记得我们，小小，记得刑侦支队，而且也没有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他的失忆，难道只是针对7月14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请夏老师向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所谓的失忆，在病理学上称之为遗忘症，分2种，一种叫做顺行性失忆，指的是在遭受失忆创伤时间点之后引发的遗忘症；另外一种叫做逆行性失忆，患者会丧失创伤时间点之前的记忆。他是哪种啊？秦池警官有可能患有轻微的逆行性失忆和部分的顺行性失忆，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丧失的绝大部分是情节性的记忆，他自然认得在座的各位，只是搞不清和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而已。这也同样不会影响到他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也不会妨碍到他依据自身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侦破案件。那按照夏医生的说辞，秦池在7月14号当晚是为了某个案件与同事一起持枪行动，是属于情节性记忆。具象一点说，如果把秦池警官的记忆范围看成是一个圆，那么在7月14号当晚，也正是他颅内受创并且导致记忆丧失的时间点，也就是这个圆心。那么他所有的记忆力，无论是之前的还是之后的，离这个点越近，遗忘就会越严重。而这种冲击型的创伤，恐怕对记忆的影响是不分类型的。膝关节血肿的症状，需要他后半辈子每天都要忍受抽取积液的痛苦。至于颅内的 A 弹片，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担任领导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别太辛苦就行。我认为，除了配合邱警官的专案调查，秦池警官目前的状况，不影响他参与或主持正常的警务工作。西关支队，正副支队长都殉职了，继位的领导应该是熟悉支队情况的。秦池带领中队的时候，人望一直很高。714之后，队里的兄弟们都拿他当英雄看，要不是市局指派，我都有心推荐他当一把手。你知道我知道你甲亢，问你意见。我没意见。老邱，你来一下。老邱啊，刚才在会上我感觉你有些话没说，
是不是714案件？你还发现了什么疑点啊？现场勘验发现，枪战之后，有人补枪。你说什么？尸检发现有9发子弹，是从9个人的头部垂直向下射入，而且地面上留有弹孔，留下的开放性伤口都显示有人补射。3个西关支队的刑警和6名犯罪嫌疑人被同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补射的。梁局，哎，你好。哎，梁局，您先上车，我得去趟厕所啊。我让车在门口等你啊。哎，好的，您帮我拿一下啊。冯督察，哎，我听说你跟秦池原来是2口子。对。不过我们已经离婚1年多了，所以为了遵守回避原则，这次的专案调查，我只负责资料整理，还有记录工作。规矩真多，老整些没用的。就今天这会，耽误了半天功夫。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为了决定秦池。你们头儿跟他也说了，市局没有解散专案组，交的报告也没给批复，就是说调查到现在这事儿还不算完。可另一方面呢，支队级别的干部任命必须有市局的批准，所以说呀，呲吧了半天，就谁都没想过市局为什么会给出2种完全相反的处理安排呢？补枪这个环节，此前你为什么从未提及？领导责成我们继续调查714案，对补射的事情没有做出更多的批示，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市局对714的立场。我相信，市局领导这么做，自有考虑。哟，秦池啊，你来的正好。为了你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局里研究决定，你每周去法政中心的夏老师那里进行一次心理督导，督导期为3个月。局里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你好，服从组织安排。对了，心理督导从今天开始，先找夏老师咨询，再继续工作，就这样。领导，您挑这地儿，这地儿挺好。你感觉秦池怎么样啊？昨天刚见过他，到今天没碰过2回面呢。王八看绿豆都没对过眼，谈什么感觉？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提？我想调职，就不知道组织上能不能满足我这点小小的殷切的需求。昨天刚上任，今天就升调。连王八都还有个长兄呢，咱当初可不这么说的。再说了，全京港这几波孩子里，哪有长风支队的萧闯，北有海港队的赵新成，都是打警校起出了名的混种，碰到一般人3、5个根本近不了身。放着这种大杀器不用，非得派我这个残废过来，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先请拨回，继续观察，定时汇报。就没有速战速决的办法吗？从714到现在才隔了多久啊？已经在速战了，能不能速决，得看你们。怎么了？这么多年你都熬得住，这才没2天，哪来那么多牢骚？毛病就出在这速战上，死了这么多人，专案调查结束未免草率。而且照这个摊法，不说外围，督察和西关支队的人迟早会起疑心。起疑心也没办法，你别到处提醒他们起疑心就行了，完成好你的任务。开始吧。
秦队，你我都是例行公事，心理督导。从刚才对你的观察来看，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可监督或是引导的。但是市局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我又不想虚报什么，所以说你实在是很抵触，就每周来一次，喝杯水，离开，这样我也可以问心无愧的呈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们那个会，我需要有什么担心吗？除了不确定你会在什么时段恢复哪个片段的记忆之外，这大概就是唯一不可控的吧。我可能是有一点失忆。出院的时候，莫忠义没有告诉你？他没有，他只跟我讲我的大脑受到了一些损伤。你大概早有察觉。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感觉是对的。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遭受枪击前后时间内的记忆完全丧失之外，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估计就是和周围人情感和关系上的回忆。这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吗？不好说。也许你会变得沉默寡言，而周围的人对你的改变也会很不适应。但是我没有沉默寡言，我在跟你说话。那是因为，在你陈述性的记忆里，你知道你不认识我。既然我跟你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并没有重合点，那么对你而言，我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沟通对象。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你一个。稍等一下。这是吴小云的履职记录。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们队的人来我们这儿调过他的记录。吴小云在我们法政中心做过3年的毒物鉴定。你们队的人来找过他同屋的研究员做过笔录。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人，谈不上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也很负责。那下周还是这个时间？下周见。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呢，有一个人一直试图想伤害我。你觉得，你是拿不准要不要把他扭送回支队，还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前一个问题上摇摆？就是那个中等身高、18岁左右的女孩吧？她一直在楼下，选取了一个既能够看到大楼门口，又能够看到你车的位置，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暴露的有多么的显眼。如果作为刺客，可以说不能再业余了。既然你说他想试图伤害你，说明你们有过接触，而他还能够继续这样逍遥的锲而不舍，估计就是拜你的宽容所赐吧。
我现在回单位，你要不要搭我的车一块儿走？反正你也要跟着我。到了我们单位门口，把你放下就好。如果出外勤的话，你就动不了手，因为我身边总有人跟着，你靠不了前。要不等我下班吧？我们单位每天6点半下班。如果你还想跟着我，还可以坐着我的车，中间只要有机会，你随时可以下手，只要你担得起责任。但如果到了我家，你还没动手，就不行了。我家外边有防盗门，里边还有狗。在这儿也别动手。上面写着呢，司法鉴定中心。走吗？车速超过60也别动手，别把自己小命搭过去。那我关门。安全带。夏雨桐说的不完全对，我不愿意多说话，除了不安以外，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似乎更不安。他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我的一部分过去，也都认识原来的我。我的失忆让他们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这个想要伤害我的女孩，反倒带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比起其他人的暧昧不清和闪烁其词，她简单，也更直接。她只是恨我，而且恨到愿意和我同归于尽。如果把她抓回支队，很可能等于关闭了我身边最接近真实的一个出口。我毫不怀疑，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再次下手。也许下一次他真的会成功，而我会死。这段时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死都再熟悉不过了。3个多月以前，如果我和兄弟们一起不明不白地死掉，未尝不是件好事。真要过了初一躲不过15，至少这一次，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从上午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他一直在反反复复回答你们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性质啊，但是就这样反复的盘问一个孩子，真的能破案吗？做了3次笔录了，没有任何出入。我们单独谈一下吧。他还不到18岁，在接受你们盘问的时候，不应该有成年人陪同吗？应该。所以我说的是，我们单独谈一下，有问题吗？去吧。
小陆，哎，那几个探头关了。哦，好。别担心啊，咱们聊聊闲天儿。那个，孙老师结婚了吗？问这干嘛？聊闲天吗？结了。有孩子吗？你到底想问什么呀？问正事啊。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亲属了。那孙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未来的，监护人这一块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在郑鑫这个孩子18岁之前，说有人愿意申请做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话，应该是不难得到批准的。真的吗？啊，当然了，如果申请人说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刑事犯罪的这个违规记录，这肯定是不行。但是，如果申请人涉嫌制造伪证，情节特别严重，也属于刑事犯罪，您知道吗？你们好。孙老师，一般的寄宿学校管理都比较严格，尤其像你们学校这种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我想问，学生如果不参加集体活动，是按照逃课算吗？那你们学校的规定，逃课应该怎么处罚呢？开除学籍。那我就知道您的苦衷了。好的，主任。郑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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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鑫，你好！你好！郑鑫！方圆10几公里之内都是阔叶林，唯一的一片针叶植被是在你们学校目前的驻地以东数公里的防风带。所以，孙老师，我希望下面的回答，请你慎重。他要去哪儿？你要站住！给我回家！给我回家！我不在家，他打我吗？我得去保护他。你听老师说，我见过你爸爸，怎么说，他也是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恨我，他恨我和我妈。怎么会呢？因为我是个野种，我不是他亲生的。他当时确实很不情愿，但最后我还是把他带回到了营地。他根本就不可能。我知道。郑鑫是犯罪嫌疑人，确实不合逻辑。你之前说的对。见证书上的律师我已经见过了，
郑天伦和郑芳呢，他们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用作了一个基金委托啊。郑天伦夫妇甚至是郑芳死后，他们的所有资产呢都会成立一个研究专项基金。换句话说，就是郑家的资产和郑欣基本上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由于委托形式呢，他们属于一个诺成型的合同，所以是不可撤销的。综上所述，郑欣几乎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了。秦队，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呀？如果他确定不是郑芳亲生的，那就找他亲爹聊聊。行，我马上去查。爸，您怎么来了？你的任职聘书昨天落在我那儿了，我给你送过来了。本来就是给您的。没有您的话，我哪有这条命当副支队长？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比我强，也比我有出息。出息都是您教的。您忘了，持枪射击这些动作，都是您一直在辅导我。要没有您的话，714那天晚上，没等海港过去支援，我早成筛子了。密闭的空间里啊，枪声会非常响，也确实容易对耳膜造成损伤。9.2式的口径比5.4要大，射击的后坐力也就更大。如果用尾式狙枪法射击的话，后肩不要锁死，保持具有的支撑力就好。你就想象这支枪是长在你的手上。亲人，往往是亲人。据说，我们在人群中认识彼此的几率只有100,000,000,1，但血缘永远是固定的。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血缘就成为你永远无法摆脱的羁绊。你爱也好，恨也罢，都不可能抹去这个世代传承的烙印。据说人混迹一生，平均会认识3000多人，有朋友，有同事，有伙伴，有爱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会使我们更有归属感，感觉更安全。但是最终，我们总会希望回到亲人身边。我们会发现，失去亲人，我们一无所有；为了亲人，我们会倾尽一切。
你今天告诉我，队里来你们中心调过吴小云的履职记录，我其实当时就知道，我只是编了个烂理由，我不想承认被你看出来，很正常。我其实就是想找个陌生人聊聊。别，你放心，我会找到合适的人处理。雨后的晴天，世界又活了一遍，被记忆迷了眼，还是他在变。梦见熟悉的脸，来自陌生的从前，有个真心的我，对过去说抱歉。那难过的事，在心里又撕一遍，请学会提前悼念，将失去的每个瞬间，在时间转一圈，能纠正多少誓言？这个我是谁？是否只比昨天老一点？心里头死去的少年，今天又重生在起点。面对时过境迁，总一遍一望眼。当时间推着我向前，依然不知疲倦。飓风和那些碎片，又拼出了蓝天。我们终究不能幸免，对每个昨天